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华为全新旗舰平板电脑 MatePad Pro，5G 强光炫光，轻松大手笔。智能电混4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1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我叫张诗文，本科和硕士都是在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现在是清华的一名硕士生。本科和硕士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的播音主持本科。我研究生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剑桥大学第一个走进这里的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学生。我来自中国香港，我是一个内地和香港求学的00后。我是很有决心来拿这个 offer 的。我之前以为的播音主持是我面前的这个台子，现在我发现是整个世界。这是第几次做面试官？我是第1次，因为我特别抗拒考试，所以我也很抗拒考别人。我肯定是第1次。他看起来像考过别人的样子。我考过的，对。哎，但都是像这样的场景，还挺有压迫感。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此刻肯定会很紧张。我此刻完全共情那个椅子上的人。但我听说现在00后都很厉害啊。但是在这种环境当中，我觉得还是会紧张一些，极具压迫感。稍等，我试一下这感觉。什么感觉？哦，还是不同的，真的。极具压迫感吗？有一些，就瞬间发生了某种转移，角色转换了，真的。然后每个人都过来试一下，可以共情一下选手的。来，老板，个子大会有帮助吗？气场上会强一点吧。一个实习生还能翘2郎腿，这个是不多见的。怎么了？给自己打气啊！你觉得一个优秀主持人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长得帅，戴眼镜。我的天哪！但你坐在那儿有种领导全面我们的感觉。各位老师好。很有经验吗？哎，我觉得其实你们看上去很亲切。哇，我还挺期待的。我其实坐在那儿还蛮开心的。对，希望他们从这儿有个非常好的开始。我感觉啊，就是今天这个面试应该是如今第7季所有的，无论是律师还是其他各种行业当中，可能面试的学生表达能力最强的一批，因为他们这个专业摆在这里。那是肯定的。我没有和00后共事过，所以其实这次还蛮期待，真的在职场上见到00后的面貌的。非常期待跟00后一起合作。你这么一说很对。好期待啊！这女孩形象挺好的，我觉得她长得一张青衣脸。这个女孩蛮高的。老师们好。你好。你好，请坐。没事，你需要什么东西可以拿。对。等会儿再拿吧，留个小悬念。那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各位老师好，我叫张诗文，本科和硕士都是在中国传媒大学，本科主修播音主持艺术，辅修新闻学，绩点第2名，保研到了中传继续就读播硕。其实来到这里是为了一个问题，这也是我读书5年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如果要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表达，我的底气到底是什么？为了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折腾自己折腾了5年。这5年在3大央媒都有过实习，我都干了什么呢？在珠海航展，淋着大暴雨追歼20，在零下19度的宁夏滩阳的羊圈里面追滩羊，在杭州扑通一声跳到积水没到胸口的防灾减灾基地的污水里面，还有在北航把战斗机开上了天，虽然是模拟飞行啊。跟我合作过的所有编导老师都说这样一句话：
说出外景就带张诗雯，往那儿一站就是冰。哇哦！大二那年，我有30-40天的时间，是在30-40度的高温里走了10几个农村，对谈了几十位普通的农村留守老人。那从那之后，我就一直渴望跟各种人去对话。我想，这种对话可能不只局限于人与人之间，也是人与历史之间。于是，为了去做好对话人的这个角色，我也开发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技能点，比如可以调香，可以跳舞，但是也可以骑马射箭、舞刀弄剑。就是这些很多元的经历，让我有了很多非常多样的表达方式。比如在央视的中国国宝大会，我穿着传统服饰，可以用舞蹈的方式来讲文物；比如在六公主的佳片有约，我可以用演绎的方式来讲好电影的故事。比如在北京人艺的小剧场，我可以反串演男主角，去演契诃夫的经典剧目。这些经历让我真正的意识到，我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媒介，让我身体的所有部分成为表达本身，让我的所有经历，我见过的天地众生一一流过我，最后全都变成滋养我表达的养料和与受众链接和对话那一刻眼神的心灵交汇。以石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哇，完整的自我介绍。你说的对，这一届的实习生将会是表达能力最强的一届。真的非常好。我特别好奇诗雯，因为你是中传毕业的，我也是中传，当时还叫广院毕业的，所以我特别好奇，你在中传上过舞台吗？跳过舞，没说过话。哇哦，就是我没有以主持人的身份站在中传过。为什么？可能是金子总会发光，但是中传到处都是金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中传的舞台很特别，中传的学生非常的直接，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会特别直接的表达，所以对于很多中传学生来说，上那个舞台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从来没有上过，他很有勇气，虽然是以舞蹈的方式，不是主持的方式，能够跳舞上台，我觉得也很了不起啊。有一个专长其实挺重要的。我会喜欢舞剧，就是因为它的感情。毛诗序里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就是舞蹈，它是情绪最终极的一个表达。就比如我跳过《少年李白》，为什么我能表达它？是因为我看到是什么样的情绪，让一个平时很规整的人做出了这么有情感的一个动作。我想这种看见是一种主持力很重要的能力。我要看见你的需求，然后把你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去承接给你。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感里的认知和共鸣，这种可迁移的能力，我觉得非常重要。那你以后如果能成为一个主持人的话，你觉得自己向往成为一个什么类型的主持人呢？其实我是想做一个记者型主持人，甚至是学者型主持人。就是我希望对于我能表达的东西，我自己是真的在行，真的是懂的，而且真的是有切肤的理解的。像当时我去航展的时候，其实在那之前我也是对军事比较感兴趣嘛，但是没有感兴趣到那么澎湃的程度。直到我真的到了航展，我真的去跟着他们一起去追那个飞行表演的飞机，我去摸到了那个机身，摸到了它的那个螺丝钉和螺母，然后那一刻你会突然感觉我的生命不应该只局限在一个演播室里，不应该只局限在我所处的这个教室里，我一定要去见更广阔的天地，这样我说出来的故事才是真的有分量的。我也在那几天。哦，天哪，老师，好可惜啊，没有遇到您。那考考你航展的东西吧。珠海航展的全称叫什么？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航空和航天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是在平流层上飞机，一个是往宇宙里飞，是火箭。你刚才也讲过了，你参加了很多到现场去采访的这种东西，你哪次印象比较深？在宁夏去拍了一次那个滩羊。为什么滩羊印象深呢？因为真的是生命见证过真实，就会发生质变。我是看到了那个滩羊的妈妈生小羊羔的那个过程。我把那个羊羔抱在怀里，又给那个羊羔喂奶，你就会觉得那一些促进世界改变的巨大的数字变得如此真实，它就在你眼前发生。因为我感觉去现场你看到过的那些东西，它对你的塑造
是对你生命的一种质变。你去见过之后，你的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了。从此以后，我无论播新闻啊，还是准备这些出镜的东西，我就真的有一点不敢亵渎的感觉，因为我知道它发生作用的时候是有一个具体的人把它接住的。哦，你这个包包里是带着什么想要展示的东西吗？我是带了一个我唯一可以带上高铁的彩艺。哇哦！哦，那来展示一下。非常好，非常棒，谢谢老师们，谢谢谢你，谢谢。哇，他们现在都好成熟。我也很好奇，你说这种条件的都不能上舞台，上中传的舞台去主持啊？这点我特别能够理解他，而且你会看到过广院的舞台以后，你就觉得天哪，那是真的舞台，它很残酷。因为我也是广院的，我99级学播音的，你知道的，你知道的。那种表达是非常直接的，比如说在广院之春歌手大赛上，会起哄吗？你这不是纸飞机、扑克牌，甚至盆。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要播。就我们广院还是有素质，非常强。对你唱得好，我也会飞纸飞机；唱得不好，我也会飞纸飞机，是一种表达。学生非常直接，他不是不礼貌，就是很直接。你不好的话，我们是会表达出来的。所以你内心不够有足够的定力跟自信的话，你站那儿会社死的，你知道吗？新生是有新生演出的。我就不知死，我说我要上，然后好高年级同学非常语重心长说，我建议你先看一下的。还好我看了一下，然后5年就没有上过台。哇，但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所以那时候有一句话就是在广播学院的舞台，你能站1分钟，你什么舞台都能站。是的，真的。大学就应该是这样，就是特别的自由开放的那种氛围。可能现在回看，还很怀念这种氛围呢，自由的表达，然后经历挑战。对，经受挑剔，这多好啊！经受出来，个个都是人精了。第一位实习生起点就很高了。我真的也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他不像是读书读了5年，我觉得他已经工作了5年了。其实我觉得不在于他知道什么，在于他会正确的学习能力。对，他知道向哪个方向去挖，这点我觉得很难得，非常棒，真的。那我们第2位。请进。使劲一下。Hello。哎，背着吉他来的。老师，你们有喜欢的颜色吗？我这有灰色、粉色、紫色，还有蓝色。都行，你看我们像什么颜色，你随机给我们。那我灰色给这位老师吧。好的，我比较灰淡是吗？哎呀，你看他就知道我喜欢粉色。这位特别好。我就喜欢蓝的，可以。坐吧，自我介绍吧。对，你可以把吉他先放一放，太沉了。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老师们好，我叫冯成朗，然后成朗是前程明朗成朗，可以叫我朗子。然后我现在在中国传媒大学读播音主持艺术专业，中英双语播音主持方向。我来自中国香港，我是一个内地和香港求学的00后，然后我可以做到粤语、英语和普通话3语种无障碍交流和沟通。音乐是我最大的兴趣爱好，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今天带了个吉他过来。但是我钢琴是学最久的，我已经学了17年的钢琴，然后在过程中呢，我已经顺利考取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8级的资格认证。我这个吉他是自学的，日常生活中呢，我喜欢做一些简单的弹唱，也会做一些简单的音乐创作。然后今天呢，也是有一个小彩蛋，因为我很紧张，我有点压力很大，
这是我的日常的一个放松的方式，所以我写了一首歌，记录了一下我这段时间以来的一些心路历程。好，那你先放松一下吧。你本人很帅啊！哎，谢谢。而且这个照片并没有做过分的美颜，这点很好。不是照片是吧？对。你学了几年吉他？自学的，其实就是这2、3年，就是学了一些简单的和弦，然后自己玩一下。哇哦！这也是受了中传的校园的影响吗？对我发现我们学校很多人都会弹吉他。你会吗？我还真不会。然后献丑了。加浓的咖啡带走了疲惫，把想法折成纸和轻轻放飞，白纸上笔尖下是我稚嫩的想法。凌晨3点半，台灯还亮着，似乎有许多的故事在耳畔。当思绪漫过眉梢，我拥有不尽期许。我们追晨昏跑，把碎片拼成路标，键盘敲碎多少微弱的问号。这一切值得吗？声带喊到沙哑，心中微光拼凑明日晴朗。谢谢。是你自己写的吗？是我自己写的，就是大概就是讲述了我前段时间在准备这场面试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些小故事吧。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在接下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在这段经历中，我能把这首歌给填完整。我觉得你是个很有语言天赋的人啊，你粤语、普通话、英文，那你在讲不同的语言的时候，你是不是整体呈现气质是完全不同的？气质倒是不知道，老师们可以聽一下。但是我真的可以做到自由切換。大家好，我係馮晴朗。跟住我呢個晴朗呢個名咧，喺廣東話入邊咧，同天氣晴朗係同音，就好似我嘅性格一樣，非常之熱情開朗，非常之 energetic. I've just mentioned that my chief interest is music. Yeah, honestly, I want to be a music student at first, but I gradually showed talent in broadcasting and announcing. I know that all the challenges and situations that I'm going to face is probably not a piece of cake, but I will still give all my effort and enthusiasm to it and strive for excellence. Thank you. 很棒，不错。谢谢。你有一个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钢琴8级，是演奏8级吗？不是，就是8级之后就是演奏级了。那为什么没有继续往上弹呢？因为我刚刚在我的英语自我介绍里面说到，就是我其实一开始在香港的时候是学音乐的，但是我觉得，当你的爱好变成你的专业的时候，它会略显枯燥。如果我学了播音主持的话，我这个钢琴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加分项，可能是一个我身上的特点，所以我最后选择了播音主持。而且我发现，我学播音主持的过程中，就算这个爱好变成了专业，它也不会枯燥，反而我会更加喜欢做这个事情。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下面要问他什么。那我想问你的是，为什么播音主持你就不觉得枯燥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有意思在哪儿？有意思就是我站在台上，就是那个聚光灯打到我脸上的那个瞬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享受的就是站在台上那个瞬间。但是站在聚光灯下并不一定要主持啊，弹琴也可以啊，做演员也可以啊。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以前会觉得，我想做这个行业，是不是因为我在这个行业中，可能我主持完下台之后，大家会给我掌声或者夸赞或者认可。但是在不断的经历当中，我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子。真的是单纯喜欢做这个事情。
我就喜欢站上舞台的那种感觉，我也非常享受就是在幕后的每一个瞬间，就只要让我做这件事，我觉得哇，好开心啊！我想做的就是用我自己身上比较微小的力量，去正向的引导更多人。就是我做这行的初衷，就是想要去传播正能量。我看到你的时候，想到你另外一个师哥王安宇。哦，对，这也是我特别崇拜的一位师哥。对他也是形象非常的好，然后他是应该是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吧？对，但是后来他去拍戏了。你也希望能够走他这样一条职业道路吗？演戏对于我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我也可以去尝试，但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在主持这一路上一直往前走，因为一个主持人他可能表达的东西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一个演员他所表达的可能是剧本或者是那个角色的内核，而且我觉得我的初心在这儿，我想要坚定我初心，一直往前走。除非是王家卫、李安来找你。那可能同时，如果有一个很好的主持机会的话，那我也还是会选择主持。哇哦，王家卫的戏都可以不拍，只要有一个很好的主持机会，要多好的主持机会！这段别让王家卫看到。热搜的题目我都已经看到了，热搜的题目，冯程朗说，哪怕王家卫来找我，王家卫，我也要去拒演王家卫。天哪，不敢，那不敢。其实可能说不定真的来找我的时候，哎，我就会哎，要不演一下试试吧？你还要纠结一下是吗？对，还要纠结一下，选择一下。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人吧。刚刚说到就是王家卫找我演戏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就凭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应该还没够资格。哎，我觉得务实特别好，完全不会被画的饼所诱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为我不会把一件事情的后果想得太好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我抱着一个太好的心态去做的话，会懈怠，我会觉得，哎呀，反正我肯定可以，那什么都不用准备了，那随随便便弄弄就好了。但我发现我不能这样子，我发现我就是一个我得逼自己一把的一个人，就是我要把所有情况都想最坏，我要去做好一切的准备，我才能够安心上场。对，你很真实也很真诚，很可贵这一点。谢谢。他很适合做一个娱乐节目，是的，他太适合做综艺了，他很适合芒果台、什么湖南卫视，而且我都可以看到他就是站在何炅旁边，他站在何炅旁边很合适，对，或者是天天兄弟这样的一个角色。哎，我们不是给东方卫视招人吗？我们那个各个台之间都打破壁垒，为了中国的传媒事业共同发展。对。只是说这种节目类型它很适合，对吧？他其实形象非常的阳光青春，对，是能够吸引到很多年轻的观众的。他很有眼缘，就是你一看到他就觉得，我是看到他我就忍不住想笑，他说什么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他挺可爱的，就很可爱，很可爱，也很真实。有这样的形象配上他的性格，其实还蛮讨巧。通常帅而自知是不讨喜的，但他很讨喜，特别真诚，特真实，很可爱。好，我们下一个。请坐，请坐。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好的。各位尊敬的面试官，您好，我叫杨凌蔚，羚羊的羚，蔚蓝色的蔚是天空的颜色。我研究生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学专业。现在呢，其实我是上海陆家嘴的一名财经主播，还有商务拓展。作为这个财经主播，我在自己的领域也努力的在工作着。其实我从小到大都特别热爱播音主持，然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那对于我来说，很大的一个遗憾是没有进入咱们播音主持专业进行一个科班的训练，这是我其实一直以来的一个遗憾。但是当我听到咱们节目 offer 这一季是主持人季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离自己一直以来的这个梦想最近的一次机会。如果说这次能够有机会进入到咱们的 offer 去进行这次实习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做到我们这一季成长最大、空间进步最大的实习生。谢谢。谢谢。
你这次来是要请假吧？对的，今天不用请假，明天可能。我想知道的是，万一成功了，你准备怎么办？辞职吗？就是如果确定后面可以成为一个实习生的话，我会非常坚决地进行辞职。即使只是获得了实习的机会，你也会义无反顾的辞职。你的老板知道你的想法吗？我的老板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并不清楚我的想法。但是很有趣的是，我当时进入到这家公司的时候，他招聘我也是因为看上了我身上的这些特长。那如果到时候你真的辞职了，你觉得你的老板会是什么状态？我觉得我的老板第一是非常的震惊，第二我想他一定会非常骄傲的，因为毕竟是他慧眼识珠挑出了我，并且培养了我3年，然后今天我有了更大的平台走向更好的一个未来，我觉得他应该也会骄傲的。这段话一定给你留着，必须的，一定给你留着，你放心。啊，然后加各种花字，让你老板没有办法去说。当他勃然大怒的时候，就给他看这一段。对，让他没有办法生气。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读金融专业？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是对文字的敏感度远远大过于数字。那我选择了金融这个行业，或者说学习了经济学的这个专业，也完全是因为家里的决定。当时因为17岁艺考的时候没有能够拗得过爸妈的决定，当时也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做出我能够承担我自己选择的结果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还是乖顺的去选择了父母安排的道路。但是现在我27岁了，10年过后，我觉得我也工作了3年，我越来越明白自己到底擅长做什么，喜欢做什么，我做什么样的事情，做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让我滋养我自己，所以今天我来了。所以人早晚会要叛逆的做自己，不是17就是27。那你当时是参加艺考了吗？就没去？我就没有参加艺考，就是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需要学校报名嘛，然后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去沟通这件事情。我记得我父亲非常的震怒，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参加艺考的话，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就是非常的一个坚决的态度。但当时17岁的时候，确实也不够勇敢，可能思想上也不够独立和成熟，在这种镇压之下，我就乖了。我很好奇的是，父亲为什么当初在知道你要艺考的时候勃然大怒？是这样的，因为我父亲就从事于金融行业，他是一位非常传统的中国父亲，然后我的母亲是高校的老师，他们希望我按照他们给我铺的路这样走下去，但实际上可能忽略了我自己本身的特点和这种爱好。那像我父亲来说的话，为什么会因为艺考勃然大怒？是因为首先他觉得我们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个行业有过经历，或者是有过这个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爸爸对我，并不认可，他并不认为我有能力能够通过艺考获得一个理想的大学。他说，其实有的时候人要学会接受自己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平淡淡的过一生就是最好的。对，因为父母对于孩子的责任很多时候是在于一个托底。对，他希望能够帮你托底，或者说他希望你按照他的路走一个他能够看得清的道路。你说叛逆总会要发生一次，不是17就是27。我跟你说，家长跟孩子都需要规训的。我从小就把我父母规训成那样的父母，所以他们从很早就接受我是这样做的。我凡事都是知会，我说不好意思，这个事儿你们签个字吧。对。但我觉得我非常感激我爸，非常感激他。这么说来，我还挺羡慕你们的。我觉得我是要等到57才开始叛逆嘛，我就没有叛逆过。如果一辈子不叛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嘛。对。那如果只获得了实习的机会，却没有拿到最后的 offer 怎么办啊？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因为现在的我是27岁，我今天走进这里，刚推开那扇门，我其实脑海中想的就像是我10年前的自己。我今天现在代表的是17岁，我现在坐在艺考的考场上去完成我可能17岁当时想完成的那场考试。我觉得这次来参加 offer 也是一样，如果能够拿到最后的 offer， 如果有这个能力或者这个机会，那肯定是最好不过。如果没有，我觉得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我自己人生首次的一种成长和肯定吧，我能够为我自己的选择买单和能够为我自己的选择托底，特别好。
我觉得他是很清醒的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不仅勇敢而且清醒。就即使拿不到 offer， 你也可以和17岁的自己和解。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展现专业的机会吗？就是我想让你展示一下你的专业水平。你可以讲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比较热门的金融话题，或者是你给我们提供一些理财的建议。好呀，好呀，我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可以，当然简单的啊。好，那我准备开始。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魏解读。今天呢，小魏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金融的那些事儿。其实最近啊，大家有看到我们这个今年以来的股市其实是出现一个稳中向好的状态。我相信这也给我们不少的这个投资者打了一剂算是强心针啊，大家应该也心中稍微缓了一口气。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最近2年呢，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其实出台了不少的政策，像在科技创新、人才创新方面的支持给到我们，那这也陆续的涌现出来了不少80、90后优秀的年轻企业家。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会非常希望走进这些年轻的创始人，和他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背后有怎么样的故事。举个例子来说，最近大火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拉布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那拉布布背后的公司泡泡玛特的创始人王宁，其实也是我的校友。对，所以我们第一期的节目呢，非常想要和王宁一起去探讨一下年轻人当下的一个新的消费，像拉布布还有泡泡玛特的成功，到底是偶然还是真的抓住了机会呢？我们一起走进王宁来聊一聊。像情绪消费这样的话题，其实当下已经是越来越多年轻人会去选择买单的一个选择，因为快乐可能会是未来的一个非常大的风口。如何为快乐买单，也是我们去值得思考的商业话题。谢谢。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好。但我给你一个建议，您说，你从拉布布那个地方完全吸引我了。You had me at 拉布布，但前面那一段他很熟练，但其实没有太多的信息量。明白，我直接上来就是。对，直接上来，然后把那些重点的信息、情绪价值放到前面。对，实际鲁豫老师跟你说的，我觉得就是做主持的时候，不是写论文，上来先讲背景、重要性、意义。而是要有一个例子告诉我们，把我们抓住了，再去讲你后边那些东西。但你非常棒，你能够本能地选择当下大家都会关注的一个话题，而这个人跟你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这个太好了。就是我突然必须要联想到他。你有很好的新闻素养、敏感性，非常好。谢谢。我其实还挺佩服他，有一点就是我人生想做的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去实现一把。他很坚定，很坚决啊。他其实无论从语言表达和专业储备上，其实做一个如果是财经向的一个节目主持人的话是够的。其实我觉得他自己去做一个播客，做一个自媒体也是很成立的，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财经类的比较偏硬的一些话题，有很多可爱的女生在那边讲很专业的话，都是可以的。但他内心还有个执念，他内心有个执念必须要破一下。就对他来说，我做自媒体，我做播客，依然不是他心目当中他当初17岁想做的那个专业的主持人。他一定要是播音主持，一定要是比如东方卫视的一个主持人，所以他还需要过这个坎儿。你看到这次来 offer 的这些孩子们，因为可能00后总体来说是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成长出来的，然后被投入大量资源培养起来这样的孩子，我是觉得他们的见识，对啊，他们的起点还是高的，非常非常的高。我叫侯子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现在我就主要从事一些体育解说。老师们能不能猜一下，我喜欢哪项运动？篮球。哎，老师您猜的真准。我觉得我自己是一名3D 球员，我比较全能。大家可以看现场报道小篮球赛，轻松成为孩子王；实地探访国家体育总局，科普全民健康知识；在演播室当中搭档专家，戳破运动与健康的谣言；在体育课上担任课代表，学习一项好玩又有趣的体育运动。你就这截图也比较随意哈。对，还带着弹幕是吧？他很松弛，对，我觉得非常好。就你有别的兴趣爱好吗？我还喜欢播新闻。
我以为你这是一种爱好了。就是他有一种00后的抽象，我觉得他应该还挺受年轻受众的喜欢的啊，挺好。这个人1.90米，啊，有1.9米啊！这是我认识的主持人里面最高的了。我是王玉，本硕均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的播音与主持专业。那我也同时攻读了剑桥大学的数字人文专业。在学校期间呢，我曾获得过2次国家奖学金和3次学校的1等奖学金。作为剑桥大学第一个走进这里的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学生呢，除了学校内部的生活和学习之外呢，我也是一个挺爱探索自己的人。我要去爬山了。我喜欢徒步，喜欢潜水。我觉得这些运动呢，它既是一种探索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解压的方式。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哦，是吗？就是属于那种很 massage 很疗愈的感觉。我听下来，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需要挑战的燃点很高的人。我甚至有点担心，一份日常的工作有点拴不住你，因为主持人的工作很可能有些东西就是重复。我是会认为主持人，尤其是在面对镜头的时候，所有的重复都是不一样的。也许今天和明天播报的都是新闻，但是我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我对于每一件新闻事件，每一个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理解。你为什么一脸的姨母笑？一直是这个姨母笑，为什么我一转头？然后我觉得他这种成熟的这个心态和年龄有点不太相符。其实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和进步。你觉得在20年以前，哪有人有这样的机会，去体验和经历这么多的事情？想都不敢想。又是一个学霸，这个更恐怖了。你的校友是啊。我是张宁宁，我来自清华大学，现在是清华的一名硕士生。我的专业是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本科毕业于清华的新闻传播学院，也拿到了一个英语的双学位。我是一个对表达特别执着的人，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很多人都可以说，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表达。主持人的底色更应该是真诚的讲述，我愿意成为最真诚的讲述者。你好，冷酷小姑。谢谢老师。因为我也刷到过好多次你的小红书。我是清华大学的冷酷小姑，高能量清华女大，高能量清华女大，高能量清华女大，在清华当毕业 MV 女主角，在清华独家的清华，在清华主持校庆晚会，太荣幸了。宁宁挺适合来东方卫视经历一下的，因为她很在意表达这2个字，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江苏前10名，开玩笑，无锡第1名哦。总之他们真的很棒，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硕士孩子，哇，民族53级，天哪！我叫庞征，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我是从湖南省的播音联考第1名，到上戏本科录取的第1名，再到研究生笔试面试的第1名。作为家里唯一的大学生，我来这里，我想做一个征字。力争上游，蒸蒸有声。我看你做带货主播挺多的，是吧？对，我近几年来都在做带货主播，因为我们家都是普通的职工，因为我没有办法回老家去帮忙，所以我就想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所以我就走出校园，然后开始赚钱。所以通过这样直播带货的方式，在经济上不仅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还能够帮助到家里人，我觉得还挺棒的。主持是我从小的梦想，如果说有节目录制的工作机会和这个冲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主持。我觉得这个女孩就是感觉生活经历更丰富一些，不是一个在温室长大的一个孩子。下一个，这孩子说脱口秀的，演员，即兴喜剧600余场，还真的是脱口秀吴磊。我刚一看照片，我也觉得有点像。对。Hello， 你好，我知道辛苦了，辛苦了。你等了很久了吧？刚到。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不愧是说脱口秀的。大家好，我叫刘奎，然后今年23岁，来自南京艺术学院的播音主持本科，去年刚刚毕业。我现在是一名从业3年的单口喜剧演员。
我大学期间也一直在从事传媒主持这个行业，在浙江广电、北京广电等等这些电视台也有幸获得了一些奖项。只不过在大学学习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单口喜剧是我去凿开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对于播音主持有一个新的视角去解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所以说我选择了单口喜剧去同步发展我的播音主持。在此之前，我学这个专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全家都干这行，对。我家里我妈是个主持人，我哥之前是个记者，然后我的大娘是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解说，然后我是他们的家人，我就没有什么正经工作，而且干脱口秀嘛，也知道活不是特别多，所以严格来说，我是一个全职的儿子，就没有特别多的工作。确实很帅。就像你自己都写了脱口秀吴磊那个我怕有粉丝，因为我在线下也会叠个甲，我说他们说的，说我是有人说我像脱口秀吴磊。我看你的经历，现在是脱口秀演员，然后之前还在类似于其他机构做过艺考培训的老师。我前一段也看到过你参加了其他的带货主播的节目，对，就是怎么又想到来做主持人呢？就是从我的感觉来讲，看你的简历，我们正向理解是你在始终寻找自己最好的状态，但如果从负向理解，我感觉就是这个孩子心不定，他一直在变化，所以你到底是哪种状态？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有定性的人，但是我觉得人总该坚持点什么。我不管是我家庭，还是说我个人喜欢表达，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主持人从来不是我想去推开的一件事情。其实之前也有直播带货公司让我一年排很多个小时，但我个人的观念是这样的：如果我把所有的时间、1个月的精力全投注在这几十个小时里面，我人会木，我会失去思考的时间跟空间。我不管是创作还是当主持人，我需要生活，我需要沉下心，我需要去上台。我总该坚持点我想坚持的，所以说我拒绝了很多能够去赚快钱的机会，并且23岁我觉得快钱赚不完的，但是时间是宝贵的，心气儿是宝贵的，这是我目前虽然经济条件非常一般，但是仍然很快乐的原因。觉得你非常棒。谢谢老师。首先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能够审时度势，就我先活下来，先养活自己。对。但是一旦我能够温饱之后，我有一些坚持，我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底线，我不会去逾越它的。就我觉得他的表达真的是很有风格，每一个细胞都在向你倾诉。对，他整体都在扑向你的感觉，舞台感很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他讲他的故事的时候，我有点心疼他。我其实非常心疼他。只有他和庞征是要纠结于自己的梦想、热爱和生活的，只有他们两个。柔奎，你看他那么多的经验，那么多的经历，就是还是一直在找自己的方向呢，就感觉一直在找那道属于他的光，还没找到。又是一个高手来了。这是那第1名吧？国家奖学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奖学金。他是保研第1名。来了。老师们好。哎，你好。个子都这么高呢？你多高啊？我1.7米。老师，这是我的补充资料。哦，谢谢。把成绩单都给印来了。对，各位老师们好，我叫李雨佳，我的本科和研究生均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去年以绩点和综合成绩第1的成绩进入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白杨班学习国际传播。你就是传说中的第1名是吧？因为刚才我们你的一个同学说了，对，我们已经面试了第2名。哦，是吗？对，我是那个传说中的第1名。然后我在本科阶段我也获得过像国家奖学金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奖学金。其实，在课余之外，我还努力把自己推出去，因为我在2022年担任了冬奥会花样滑冰项目的英文宣告员，还担任了2023年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的双语播报员。我还主持了2025年的中国留学生网络春晚。健康快乐，勇敢去闯，可以说是跟海外的学子一起过了一个线上年。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讲，不仅要对自己的
专业能力有一定的认识和认知，同样也要对节目的创作流程以及不同平台的风格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所以我前往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电视台和人民网这几个地方实习，然后我也分别担任了像实习导演、实习记者和实习主播这3个不同的身份，也是深刻地参与到了一档节目的采编播的全流程，也有了单平台播放量10万加，一个账号内点赞量最多这样的成绩。那最后我其实想以我的名字来谈一谈我的职业理想吧。我的父母给我起名叫雨佳，是希望我以雨之广博胸襟和佳之美好言行来成长立人。那我觉得这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自己的一个职业道路的选择。所以在将来，我想成为一名具有国际视野，同时也具有融媒体思路的一个新传媒人。谢谢各位老师，谢谢。我看你的简历是满分简历哈，闪闪发光。然后从小长大，感觉就是一直是被宠爱，然后被赞美的孩子。你的人生过程当中最大的挫折是什么？其实老师们现在拿到的是我精心准备的简历嘛，就比如说它里面可能有20件事情是成功的，那就有100件事情是我尝试过的。我在毕业那一年，除了保研之外，我也去尝试投递了很多地方的简历，但是最后拿到自己手上的 offer 其实只有1家。就那个时候，我其实很怀疑我自己，我说我拿着我自己认为很骄傲的简历，准备了很精美的材料，我去递给很多地方，但是很多地方都跟我吃了闭门羹。其实我会想啊，我说作为一个科班主持人，我足够好吗？或者说，我到底还需要怎么改？就陷入一个瓶颈期。所以之后我就选择了保研深造，我选择换一个专业，然后尝试一下看看我能不能在这个新的专业里面去发掘一些新的事情，我能不能走一个岔路口，而不是说我只会干在台前坐着主持这一件事情。对。所以在学校的第1名和到社会上还是一个新鲜人，需要被人去，对，就是要不断的被考察那种感觉，它是会有个落差的。我是觉得这个落差对我来说还是蛮大的，老师。在你有落差的那个时候，心理状态会变得很纠结、很焦虑吗？当然会。首先是对自己产生自我怀疑，这是第1个阶段。然后第2个阶段就是焦虑，因为我知道我研究生2年之后还是要面临就业，那我在2年之后该怎么办？我不可能一直躲下去，所以我就在这几年里面一直不断的去尝试。老师们看到我能拿到第1的成绩，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敢要的人。如果这个机会没有到我这儿来，我就去争取；如果它到我手上，我一定不会让它放走。我是这样的一个性格。那为什么今天来东方卫视这个 offer 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呢？东方卫视是一个非常大的平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觉得我能来到这里，它就是各种努力和机缘巧合的一个结果的呈现。我也有能力，我也有信心，能在这一次1个月的实习里面，最终拿到 offer。加油，信心满满。谢谢各位老师。这也是第1个敢于说自己最后能够拿到 offer 的人，特别好，不愧是第1名。想要就说出来，对，不用遮遮掩掩。谢谢老师。我觉得她一定是一个挺争强好胜的女孩，一定是的，就是努力要做第1名。但你知道，在学校其实做第1名这件事情是相对简单的，因为第1名它就在那儿，你只要超过班里的其他同学你就做到了。是。但进了社会要做第1名就很难了。就是我很想知道你现在对自己的特别满意的一个状态和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满意的状态是我能够有一档自己的节目。就是无论是以自己的名字冠名，还是说我是这个节目的常驻主持人，我觉得我得有我自己思想和内容进去的一档节目，而不只是给我稿件，我来读，我来播。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档节目，但它不是我的一档节目。也就像老师说的，我是一个比较争强好胜的女孩，比较较真儿，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跟自己较真儿要强这些过程，才累积有了现在我自己一个成绩，或者说一个个人性格的呈现。我是一个自己整自己的人。我觉得好胜是一个好的词儿，野心也是一个好的词儿。而且你的这个理想吧，我也特别能理解。鲁豫有约，我要有这样的一档节目，我也很想啊，有一个自己名字命名的一个节目。对，加油，信心满满。谢谢各位老师。不是，我觉得太优秀了，就是六边形战士就是你这一坐说2句可以了，要是平时面试的话就可以了，你来吧，来实习吧，就不用问什么了。我也觉得是，真的。好，我们下一个。哇，这变成一本书了。
天哪，以后不能让他们这样了。我这样子卷的话，我觉得对他们也来说也是负担。原来我们老师上课讲过一次怎么写简历，不能超过一张 A4 纸。我其实蛮能理解的，就是每个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加深印象嘛，impress 大家。不，但是你知道看简历的人的感官是一样的。对，还是在最简单的东西里把最重要的拿出来，你的优势、核心竞争力。他已经是广东卫视的了。对。老师们好，您好，请坐。哇，电视里的老师走到我面前，有点不敢相信。图片中的女孩走到我面前，我也不敢相信。各位老师们好，我叫王韵玲，今年24岁，来自浙江宁波，身高1.73米，然后我本科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2020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那在大学期间，我一共有过3段实习经历，分别是在浙江卫视担任实习导演，然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实习的全媒体主播，以及在湖南卫视作为主持新生，与他们一起参与了一些节目的录制。在新媒体的领域，其实我也有过一定小小的探索，比如说在大3期间，我有过自己做一个自媒体账号，那目前是有了全网12万的这样一个粉丝。那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我是以校招的形式进入了广东卫视去工作。那在这1年的工作期间，我主持了粤港澳大湾区蛇年春晚，然后也主持了广东卫视的网络春晚，然后中秋晚会，还有重阳音乐会等一系列的这种大型的文艺类的活动。那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大型的晚会类的活动之外呢，那老师们可以在我的简历中看到我有很多外景的主持，到一些农田里呀，或者是一些技能场合。今天来到这里，我其实是希望我可以从零开始，向各位优秀的老师学习请教。如果最终我顺利的拿到了 offer，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未来工作中非常有底气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说我没有拿到，那还有一种气叫福气。承认竞争者们的优秀，也是对我来说的一种修炼和成长。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哇，你现在还在广东卫视是吧？已经辞职了，我已经递交了辞职报告。为什么辞职啊？对啊，我们共同的好奇。因为首先我是在上海读了4年的大学，我对于这个城市让我觉得深深的归属感，这个是我选择辞职来到这里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的因素。因为我是浙江人，其实我去到广州是离我家大概有1345公里，我觉得稍微有点远，可能有的时候父母有些什么事情，我还需要坐个飞机才能回来。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那第二点就是艺考的时候，我考了很多学校，然后拿了一些合格证，但是上戏给我的排名最高，所以我就来到了这里。哇，那你真是没给自己留后路啊！对，我是很有决心来拿这个 offer 的。那万一不成功呢？万一不成功，其实之前我已经给我妈打过很多电话，我已经就是说服他们，假如说你女儿最终没有拿到这个 offer， 就是能不能再养我？他们说可以。如果没有拿到 offer， 我一定会去尽力的争取其他的机会。我看你也做过外景的主持，类似于这种偏新闻的状态，就是也做过综艺的主持。这2种状态之间，你觉得你自己更适合哪一个？如果非要选一个，我还是会选偏综艺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的性格是属于那种比较活泼的，然后也比较幽默的那种。我不知道老师们现在觉不觉得我很幽默，但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得很幽默。我怎么觉得不太幽默呢？反正就是我的性格可能就是比较有亲和力吧。你在广东工作这1年当中，自己觉得最不满意的一件作品，最遗憾的吧？不要说不满意，遗憾。我觉得可能是之前有一个重阳音乐会，我需要邀请到一些可能6旬、7旬的老人上台来跟我对话的，但那个时候我整个人的心思都放在我怎么样可以保证每一个镜头的完美，然后保证我每一个流程都要 cue 到点上，保证我这个走位啊一定要是走得特别漂亮，表情要特别的动人，我的心思全在这个上面。然后我忽略了，其实在跟那些老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说的话，就我忘记了倾听其实是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其实后续在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回看了，我觉得我好像跟那个老人之间有个屏障，就是我自己完全在叭叭叭，然后他在那边动人的输出，我不接他的话，这个对我来说是我特别要吸取教训的一次主持吧。能意识到这个就已经难能可贵了，我觉得很好，因为很多刚刚做主持人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自己演得像个主持人，
就觉得自己最重要，只在乎自己而不在乎其他的东西。这就是刚刚入台的我。我每次上台前，我一定要说我要打扮得特别漂亮，我要很漂亮，我的发型不能乱，就是往往是太在意这些次要的东西了。我不能保证我永远都是很优秀、最优秀的那一个，但我想让我做到，我永远都是在持续成长，然后持续进步的那一个。他在广东电视台做了很多大的节目、大的晚会，还是很受重视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典型的00后，就是他会去抛弃确定性，来争取一个不确定性？因为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他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包括前面的几个孩子，好像都是那种完全不拖泥带水的。我想好了，我决定了，就义无反顾。还是很有勇气的，很好。我现在非常钦佩00后的勇气。来，我们回忆，谁最有记忆点？整体来讲，10个孩子结束之后，整体综合起来感觉，我觉得张诗雯可能最符合我对于希望找的一个偏新闻类的主持人的状态，因为他本身有各种各样这样的新闻采访的从业的经验或者是经历，另外一方面他在我们面前所表现出的这种状态、自如的状态、自信的状态。总体来讲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我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媒介，让我身体的所有部分成为表达本身，让我的所有经历，我见过的天地众生一一流过我，以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我怎么还觉得他很适合主持晚会和他也很适合主持晚会，我觉得我觉得我总结他是一个综合型的，他就是明天拉出去就能上班了。可以的，就真的明天拉出去就能上班了。大晚会也可以主持了。虽然可能不是说100分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完全做及格没问题。老板印象最深刻的学生是谁？杨凌卫，虽然他一定不是专业水平最高的那个，他知道他的竞争对手可能都是科班出身的，他没有任何专业训练，他的相关的实践经历、从业经历也远远不及其他的竞争对手，可是他就是很淡定，然后说只要能够拿到实习机会就辞职，也没有半点犹豫。如果确定后面可以成为一个实习生的话，我会非常坚决地进行辞职。即使只是获得了实习的机会，你也会义无反顾的辞职。那如果没有拿到最后的 offer 怎么办？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因为现在的我是27岁，我今天现在代表的是17岁，我现在坐在艺考的考场上去完成我可能17岁当时想完成的那场考试。而且他也坦白了，他并没有 Plan B， 就这种状态让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杜拉拉升职记》，我觉得他就很像那个杜拉拉，就是看上去弱弱的、小小的，但是内心有一股劲儿。你们有人喜欢第1名吗？第1名，哦，就第1名，李雨佳。我也挺喜欢的，就是我觉得他一点都不遮遮掩掩。他说我就是想要那个表情的时候，其实，我还挺喜欢他那个劲儿的。老师们看到我能拿到第1的成绩，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敢要的人。如果这个机会没有到我这儿来，我就去争取；如果他到我手上，我一定不会让他放走。我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对，我想问你们一下，你觉得他们的状态和我们这些人在他们这个年龄的状态比怎么样？我觉得不具备可比性，因为环境完全不同。但是我觉得，如果完全不看时间，就我当时的我和现在他们的话，我觉得年轻人都是可贵，都是可爱的。我觉得当时我也还可以，我觉得我也还行。如果抛却这种刚才鲁豫老师讲的时代的因素、环境的因素，我觉得我比不上他们，而且差很远。不一定，你都能考上中传的播音系，但是那个时候，我所经历过的外边的，实践的经验，包括在学校里积累的东西，远远不如他们。这个就是时代的问题嘛。对，那个时候您想，您上学的时候，互联网还没有。对，你不可能查阅那么多资料，了解那么多知识。我那个时候刚有，03年毕业，时间也不长。我那时候记着别人教我上网的第一个就是箭头变成手，你就能点。这是我对于互联网的第一个认识，就是这个，还是这个样子的。
反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福气，但是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考验。我觉得每一代人都谁也别羡慕另外一代，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很难的地方。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实习的时候也是各种各样的考核都有嘛，他们在各种各样的考核当中找到某一方面可能更适合自己。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特别感谢实习老师，就是只要对我好的，我就很感激。您觉得什么样算对您好的呢？就是跟我讲话特别耐心的，就是看你翻译的东西，其实可能翻译的也没那么好，但他也不会做出那种让你内心天哪，我翻的不够好。小孩嘛，大人只要拍拍你的脑袋说不错，你内心哇一下子信心爆棚。好，你知道我当时我每天其实就干一件事，我去把头一天的新闻联播带子拿来，你从中选一条新闻，然后翻译成英文，自己去配音。最后可以说陈鲁豫 for CCTV News。我为了这一句话，我晚上要等到当时那个中央台的那个英语新闻是4套，好像很晚，我就会等到那个时候就听完天哪，我的名字好好听啊，然后那种感觉非常满足，非常非常满足。应该录下来就好了。当时很幸运啊，因为我那时候做实习生的时候就是坐冷板凳，当然实习的时间短。可能1个月、2个月暑期的这个打工，到最后，代教老师看不过去了，说这小孩已经在这儿端茶送水、做冷板凳做了1个月、2个月了，你给我配个稿子吧。然后我就去配了一条新闻稿，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正式进到录音棚的实习的机会。那没办法，这就是现实，就是这样。我觉得他们都很优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最残酷的就是。他最终不可能每个人都拿到 offer。我想请问你，当时主持我们好当然的时候，看到我们一个个被淘汰的时候，还被淘汰，你心里有没有感觉 ？OK，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06年、2007年。那个时候，其实移动互联网都没有开始兴起，对吧？没有移动。然后投票是用短信投票，短信投票，1块钱1张。然后就粉丝们会真的是在街上拉路人来投票，因为每个手机有投票的限制，然后就为他们来拉票。你想这是多高的关注度啊！就出道就是巅峰了。所以这是一个被人看到的一个舞台，是一个非常大的舞台。所以我想跟你讲这个事儿的这个目的在于，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对他们每一个人有代入感了，有跟他们产生共情了。但 offer 这个舞台就跟当年我们那个舞台是一样的，虽然大部分人最终都要被淘汰，都要离开，但他们来到过这个舞台上，已经是对于他们来说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了，会某种程度上或大或小改变他们今后的人生轨迹和道路的。所以只要他们来了，他们已经成功了一小步，一大步了。对，这是你的亲身体会，对吗？对，我的亲身体会。因为我是就是全国10强的时候淘汰了2个人，那一场淘汰2个，他们今天就是10个人，他们相当于他直接来到了总决赛。你就算是第1个被淘汰的人，你最差的也就是我这样。那第10还有黑西侠和网球王子呢，对吧？我现在带的实习生很多，在3楼配音之后，看到你在播时都问老师：“黑西侠也能播新闻吗？”我说：“对，黑西侠什么都能干。”你这个说法特别好，也给了我内心很大的安慰。对，也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以后看到他们最终走到什么程度，心中不要被他们觉得遗憾或者太过的惋惜，要帮他们看到，替他们看到更加积极的一面。我觉得每次发生的一件事情是把这个人带到下一步。如果你没有这一次的这个经验的话，你也到达不了下一次你应该去的那个舞台，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一步还是有意义的，我觉得。期待一下明天。好。明天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专业展示了。确实，这次的竞争非常激烈，真的。这一季呢，一批有志于投身传媒行业的实习生将在上海东方卫视开启30天的实习生活，在主持人这个赛道为那个 offer 发起终极的挑战。等会儿还会考试吗？我觉得应该会有考核吧。这一次面试的我们的考核环节是试镜2个类型，第一个板块类型是新闻播报，第2个类型是访谈。我们会淘汰2位。哇，直接就淘汰2个，竞争好激烈，绝了，绝了！准备了啊！
哇！就是短时间内高强度的这种准备，太难了。所以这是极限考战。这个搞的是真难啊！他还要单独播报。嘉宾老师来了，采访你是会搞事情的。到底谁采访谁啊？你是什么专业？很高兴又再次的见到你。梁田来了，田上春生入境来，很有设计感，好喜。你就问影响，他有主播的意识。神舟20号集中亮相，非人灵长类，哇，真好，本身能力非常强，这差不多可以上岗了。下一道题啊，需要2位进行编后和总结。临时加，哇，增加难度了。我好像听不清耳麦的题。我也是，我这耳麦掉了。产业期。我想说，但是其实我还是会。后面乱了。简单的方式指的是什么？比较直接。你觉得自己漂亮吗？啊 ？Oh no！ 啊，完全失控了，很要命的一个问题，很难受。我是很失望的。我们去考量淘汰2个。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着对未来的疑问，奔跑着，前行着，坚持着，拼搏着。你可以打破极限，用尽全力闯出一片天地。找到自己，成为最想成为的自己。理想的路在发着光，未知翻山越岭也无妨。挫折用来试探你的胆量，奔跑吧，前行吧。上微博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最终节目资讯等你解锁。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话题讨论，选出你看好的主持新生，见证最终 offer 的诞生。上微博带话题令人心动的 offer， 分享出面篇名场面。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